俺也加量下来2块宝贝，2块都值100万，我也不知道该要哪个好了，你帮我参考一下。既然2块都值100万的话，那你随便选一个不就行了吗？这一次分家分的比较爽啊，我先瞅瞅。那可不能随便选啊，因为我要收藏一辈子的。啊，你看看，俺也放100年以后，比较超值，更值钱。你这俩东西如果是真的，也都是100多年的时间呗。你这个是锡字金锭，这么大个的东西，看上面写的竟然是1两，就凭这个标注的重量也是够奇葩的。而另外一块这个是四川的光绪龙，我细看了一下，也没什么大斑，状态一般般吧。我就很好奇啊，这两种明显不同的东西，那爷这是半道上买别人的吧？具体在哪来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在他手里好多年了。曾经有人给他200万，他当时都没舍得卖。100万一个确实有争议。你像过去好多年前啊，他其实就有那种估高价的骗局了。尤其是老年人想借机发财嘞，那一骗一个准儿。就拿你这俩东西为例哈，如果现在有人给你100万一个，你都不用想，绝对是忽悠你嘞。那你不用跟我讲什么谎骗，我这2个东西啊，一个都不卖，因为我跟俺哥分家，我只能要一个。那如果2选1的话，我的建议肯定是让你选这个银元，这好歹也是一块龙洋嘞。虽然说品相一般般嘛，但好歹壁面这是一眼开门的状态，比这个掉色的金锭啊，它得强几百倍啊。那不可能，既然价钱都一样，不可能一下子出那么多啊。我个人还是看好金币。那按理说黄金肯定比银元更稀少更值钱，可是你拿过来的这个却是例外，因为大小重量和你这上面标注的这个有很大出入，而且这个顶面你看大范围内它都氧化褪色了，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应该是假的，材质啊连黄金都不是。那你可别信口雌黄。我昨天在网上找专家鉴定过了。他说的这个金锭价值100万以上，银元在100万以下。那给你出的这价格，这一听啊，就是把你当小白了。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晚清民国那时候，1两其实是31.5克左右，而你这个我现在拖着砸出来得有50-60克了，这个重量不符，因为这么大个，它这个体积啊，至少得是上百克的黄金。所以材质不是黄金，年代又不远，咋可能值100万以上呢？另外一块银元说是100万以下，这个数字啊不够精准，因为你这个是四川光绪龙，壁面一眼开门，银元是不假，但是你这个四川龙啊没什么大斑，很常见，品相状态说白了就是通货，因为你看四川整体啊，它这个品相都不是太精致。基本上带子这一面基本上都是内饰都磨，而且有一个缺点就是龙鳞，因为它高位在龙鳞，所以说龙鳞也是易磨损。你这个龙鳞还算可以了。现在你这块银元，我给你大概估一下价的话，也就几千块钱嘛。你别扯这些啊！现在我的目的啊是2选1，我该选哪一个你就直说。你这个分家，其实按照你这个估价来看啊，你肯定要选这个四川光绪龙，因为好歹它这个龙洋也能值几千块钱，这个金锭它纯粹就是一个假家伙，这个你应该跟恁爷跟恁哥到时候都说一下。那为什么网的专家给我估200万，你为啥一直说假？这就是这个区别了，因为这个网上现在有很多估高价的骗局，就是给你报高价，然后通过你们俩联系，他给你收取一定的鉴定费。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也是实话实说，它能值多少钱，我们就给你估个大概，基本上就这样子。你看这2个怎么办？我这看明白了，你是想忽悠我，低价给我买走？没有，你误会了，你说打说算盘了，我都不打算卖。再说我也不傻我有200万不卖，我就听你这几千块的。好，你去找专家去吧。我敢说，俺这一块传家宝举世无双啊！俺爷10年前就跟我说，这块银元啊，将来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哇塞，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，这个是阎锡山的光复山西的金剑章，好像在历届拍卖会上见过。不对呀，我见了好像是铜的，还真没说你这个是银的呀。100%肯定是银的。我爷在过去是银匠路，专门给人家加工银首饰的。自从跟客户兑换了这块银元之后啊，银匠路生意都不干了。
哦，原来这个银元是给客户换的，怪不得我说这个材质咋是银的。那爷的这个眼光啊还是比较犀利的，这个银元的材质确实是银的。如果这个银元是真的，那确实是举世无双，没有第二枚，因为拍卖会上都没有出现过。银江路生意不干太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，自古做生意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跟客户换了这块价值连城的银元之后啊，怕就怕人家再反悔。哦，你这话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既然都答应给你们换了，又怕别人反悔，为了这一块破银元，我感觉不至于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干，太不划算。哎，划算没什么划算不划算的。本来10年前银江路生意就不好了，用银元加工银首饰的也越来越少了。干其他生意一样挣钱，只要有活干就行。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银元值钱了，谁也不会傻到拿银元去加工银首饰。你像10年前、20年前用银元加工银首饰，那是在省钱。但是普遍拿的都是冤大头，而你这种银元，估计全国干银江路的都没见过。可被你说着了。我也就是因为第一次见，所以耍聪明给客户周旋，直接软磨硬泡，用2000块钱的银首饰才换回来这块银元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一般拿银元去加工银首饰的10个人里边有9个半不同意置换，他们都只认为他们的银元银子纯。第二个就是怕银江龙从中作梗，所以都会从加工到做成成品都会一直盯着看。所以呢也用2000块钱的代价换回来这块阎锡山的光复山西纪念章，可见也是花了大价钱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肯定也不会给他换。因为我也提前都做功课了。用手机查询价格。当时好像都值好几万呢。那10年前如果值几万，那放到现在都翻多少番多少倍了。我先来说一下这个阎锡山光复山西纪念章，它这个大小重量和我们常见的冤大头一样。先说一下它这个币种，银元由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，我们称之为流通货币；由各个军阀做出来的是军阀币；由后期通过异乡做出来的异造币；再要么就是纪念章。你这个就属于纪念章，你看这上面写了有。一般纪念章和我们常见的半元大小重量比较接近。章嘛，在过去它在胸前起个装饰的作用，常见的有金银铜3种规格，黄金的比较少见，银的铜的比较多。因为过去是银本位，银制的纪念章数量有限，常见的大多数都是铜的。而阎锡山是山西当时的大军阀，这个人统治山西很多年，而这个纪念章就是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收复山西而铸造的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所以只做了铜制的，而你这个确实是银的，所以和历史有冲突。当时时间比较有限，那也可能没有太了解这方面的知识。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因为我最近急需这种钱一口价500万，你看能不能给吧？别说500万了，恐怕后边再扣掉3个零也不行，因为你这个银元仅仅只是银子这么简单，壁面包浆、压力，包括它的编织各个方面，按银元的标准来看，这哪一块我看都不行。你这神神秘秘的在说些什么嘞？我真是没听懂，你最高能给什么价？因为你这个做工连高仿都称不上，那也不认识这方面的银元的真假，耍聪明2000块钱换回来。这种就是真银假币，我给不了价钱。目前看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，100-200块钱的样子吧。100-200，对，得了吧？好歹也是2000买的呀，我在我手里都放了10年了。这么独一无二的银元，没有几百万，我还真不想买嘞。说实话，压根就没发行过这种币种的银元。你别说再放10年，你就是再放10年、20年，它还卖不了几百万。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完全是那也不懂这个银元造成的。你也还给我吧，还给我。这么少见的银元，竟然你也不识我，我还不卖了嘞。好吧，好吧。我也就不小心摔了他一下银元没想到他却不念同学之情，张口就给我要了10万。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，这是张作霖的陆海军大元帅，而且还是一块武器件。这真币如果摔一下，10万块钱给你要少了。你别吓唬我了，我这1年工资还不够赔他嘞。再说了，我看摔的这根本就不明显。我也仔细看了，确实是没有摔过的痕迹。但是我看你这个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，你看那壁面整体发黑，压力各方面比常见的冤大头都软。我很好奇
这么贵重的音源，恁同学怎么让你一个人给拿出来了嘞？10万块钱我都答应给他了，他还不让我拿走，那我这吃亏肯定是更大了。我感觉恁同学应该是在跟你开玩笑，你都不晓得啊。一般像这种陆海军军法币，属于银元中的大熊猫，真币的话，别说让你拿走了，看一眼的话，关系不贴，一般都不让你看。我俩是啥关系？虽然上下部的兄弟啊，没想到他为了一块破银元，竟然张口给我要了10万。其实啊，你是对银元不懂，但凡是银元，它的价值啊，都是看它的品相好坏来定价的。尤其是像这种高端军法币，摔一下，这有时候能折个1/10，就让人难受。有时候啊，你可不要感觉它只是26.8克银子而已，有些银元啊比钻石都贵。说的其实就这种银元。你拉倒吧！我看网上人家从国外都把以前的那老机器都进口过来了，不是想要多少枚都可以做吗？你这是道听途说不可信。像银元在过去啊，它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货币，它是倾全国之力做出来的。银元的模具确实是国外人铸造的，但是老机器啊，在当时也就那么一套，早就腐朽不堪了。现在你即使在做，那都是仿品了。再说这种军法币，它压根儿也没发行过。那既然没有发行过，那我同学家里怎么可能有嘞？你说这话是不是前后矛盾了？这哪有啥矛盾？没发行，它就是属于样币。样币啊，只不过存世量少而已。你有钱啊，你还是可以买得到的。只不过是太贵。你像已知的这个张作霖的军法币，总共就4个版，15、16、17和5纪年。而你这个就是5纪年戎装像，你光看这个戎装这一面的话，和15年来戎装几乎是没什么区别。但是你反过来看，它这上面没有标注年份，其他和这个16年的反面是相同的。这就是从外观上看，不同于其他年份的设计。从目前拍卖的记录来看，就目前你这个品相而言，妥妥的呀，这都是1000多万的东西。就这一点银子1000多万？对，你说出来谁信？难道我同学就不怕我跑路了吗？所以刚才我就说，恁同学绝对是在跟你开玩笑，因为这种银元啊，你看它的包浆太浮了，一般这种包浆形成的时间比较短，包括壁面压力各方面，我看啊还真达不到真币的样子。材质啊，看上去倒是银的，真银假币一枚，市场价也不会超过200，所以你也不用太生气了。恁同学吧，我感觉是逗你玩吧。真的假的呀？这大过年的给我整的一惊一乍的，难道是我虚惊一场了吗？对啊，确实是让你虚惊一场。一般像这种大熊猫级别的军法币，你别说摔，给你一次摔一次的机会了。你搁平时啊，有钱人根本就不会让你看一眼，因为他都知道啊，这个财不外露嘛。你想想，这1000多万的东西，对吧？你逢人都炫耀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想想他的身价。对吧？他得达到多少？这都不是一般人玩的银元。听君一席话，真是胜读10年书啊！我还以为真让我赔10万嘞，结果是给我闹着玩嘞。确实是闹着玩嘞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个银元他应该是送给你了，确实是虚惊一场。这虚惊的差点就让我当真了，谢谢你的鉴定啊！没事。这个人还真是不可貌相啊！今天去俺相亲对象家里没想到他家竟然有价值几百万的银元。那确实人不可貌相。你这个银元，你别看它个头小啊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样币，大清宣咱，利龙无角。就你这个品相，几百万买不到吧？我都找网上的老专家评估过价了，最低是几百万起步。如果拍卖好的话，能上8位数。还网上的老专家，那他应该是眼神不太好。利龙无角啊，它好歹也是失主样币。你瞅瞅它这壁面整体包浆泛黑，各方面压力都不是太明显。这银元这是哪来的？今天趁过年，我不是去相亲了吗？我这个对象家里条件太差了，家徒四壁的，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不对呀，刚才你说这个银元是恁对象家的嘞，这又说他家庭条件不好，这价值和家境很明显不对称啊。所以我感觉人不可貌相嘛，没想到家里那么穷，竟然有这么价值连城的银元。人不可貌相是对的，有时候相亲见面啊，还真不能以家境去衡量一个人。家庭条件差，并不意味着恁对象他就不是潜力股，反而并不是说一块价值几百万的银元，他就是有钱人啊，对不对？
很可惜的是，这个是我趁他们不注意拿出来的。早知道他家这么有钱，之前的银元的话，我当时就应该直接冤人了。啥？原来这个银元是你趁别人不注意拿出来了？你这办的也太不地道了，你咋能这样说嘞？我还以为就只是一块破银元呢，想着不值钱，随便拿着玩玩。哎呀，你以为是错误了？乱拿别人的东西啊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坏习惯。你别忘了，你去相亲见面了，做出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伤大雅。不过还好啊，你拿来这个利落无交，不怎么样，随便找个理由给他还回去就行了。这哪能随便嘞？必须得隆重的。我都想好了，过完年我们俩就结婚。咦，你这决定难免太快了吧？该不会因为这个银元，你真相信它能值几百万吗？对呀，专家都评估过了，所以今天也让你给看看。多找人估价是对的，但是你这个利落无交啊，我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啊，这个你是遇到了一个伪专家。首先，利落无交属于样币，并未正式的发行，它这个价格肯定是非常贵的，所以市面上难免会有很多仿品。你现在来看它这个壁面压力，十足样币啊，应该是全身打才对。来，你仔细看看它这个龙鳞，哎，你用手摸摸，平平的，没有一点凸凹感。而它这个字口前后两面，说实话，这和龙鳞一样，都是看上去很软。包括壁面的边齿，哎，这分明就是像磨平似的，没有一点深打的样子。说实话，这边齿啊还有点加湿，但是从边齿从头到尾啊。软，整体划一，这就说明这个边齿压力不够。最后啊，就是它这个包浆了，你看很黑却很浮。一般真银假币，说实话都是这个样子。银元看着是银子，就是不老不倒带。我感觉啊，也就是100块钱一大管的样子。你别给我开玩笑了，不至于只给我100块钱吧？这股价都从几百万一下子到100块钱，也太高效了吧？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压力不够，没有一点深打的样子。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，它这个真银假币啊，其实它就是一个银价而已。有些人手里边没钱，他又想玩这种珍贵的大真银元，所以只能买这种真银假币玩玩了。哎，真晦气！我以为遇到一个富二代，结果这个破银元竟然是假的。你说没钱买这个干啥呀？其他的你也别多说了，这幸亏啊，它是一块假币。如果是一块真洋币啊，你这次相亲见面责任就大了。你也别失望，做错事儿就做错事儿了，把银元啊，你还给人家老老实实的还回去，以后把这个陋习啊改过来就行了，君子坦荡荡嘛。那行吧，我这就还给他去，找个地方我再好好说说他。1200捡漏4块银元哦，这一次我感觉要大赚一笔了。轻轻松松过个肥年应该没问题。1200买回来4块银元，真不贵，一块才花到300，真便宜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。今天我去收破烂啊，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，慌慌张张的想去谈恋爱了，哎，激光拿出来了，我给他1200直接留下来了。买了年轻小伙子的银元，我看你这壁面都洗过了，这如果是真的，你这确实捡大漏啊！必须要捡大漏啊！因为我今天起来左眼皮子都一直在跳。哦，不是有句话吗？左眼跳跳，好运来到。你说的这是一首歌的歌词。要想真正的捡漏银元啊，你必须得懂得这个看真假。我看你这壁面都洗过了，壁面看得很清楚。你看，除了这里边有一块湖北，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变形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任何毛病。关键是你对银元不懂啊，这挺可惜的呀。可惜啥呀？那个有毛病的，你给我少给我一点哦。其他的你给我打个对折不就行了吗？其实这个湖北也不算啥毛病，这银元洗那么白，你这又看不懂真假，还要给我打对折，你这咋过肥年？我看这银元真假没有问题吧？哦，只要能挣钱不就行了吗？那你没有金刚钻，揽不了瓷器活。这个银元看真假很有讲究了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第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它的包浆。我们经常说那种一眼开门的包浆，壁面你就不用细看，它的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的。我这真假也没有问题，我用我的金属探测仪扫过。哦，含银量85%，绝对是银子。银子确实是没啥问题啊，但是银子并不代表就是老银元。过去的银元啊，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。有些地方的造币厂，他为了偷工减料，往里边多掺点铜也很正常。但是你这几块壁面压力，这并不是一眼开门啊，这压力很浮啊。
图啥呀？只要是银子不就行了吗？你看着给吧。哎呀，你这卖银元太任性了。我先来帮你估一下真币的价格啊。除了这个做样300之外，另外啊，这3块龙样，这哪一块都是好几千。最贵的像这个云南新龙1元，常见的半元新龙也就200左右，因为新龙较少，就你这个品相，怎么着也得7、8千的样子。另外2块神龙，这都比较常见，广东稍微贵一点。湖北有点小瑕疵，这2块给你按6、7千吧。乖乖，这样一算，我确实赚1万多嘛。那对，这个年，真是肥年。那如果这是我对半都行了，中不中？对半，那你如果这真币的话，我刚才都给你报了。说实话，这1分钱都不会少你了。关键你这4块银元，我看这都不对啊。银子确实是银子，不只是含银量低的问题。你看一下它这壁面压力，这都非常符。尤其是它的边齿，你可以放一下，放在一起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整体划一，这个边齿啊，说实话，这没有那整齐的，在我们行内这种银元，它就是真银假币，说实话，你真银假币，对，没有一点收藏价值，你无非也就是当前的一个银价而已，你再放30年，它还是假的。你说的啥意思啊？你说意思能值多少钱吗？你都先说说。银子价钱而已，你可以算一下，现在银价不到6块，85%的含银量，你按5块钱一颗算嘛，26.8颗也都100多块钱呗，4块的话也就500多块钱。啥？500多块钱？那照你这么算的话，我不还赔一大半了吗？他第一次收这个就赔大半了，这事儿咋弄啊？那这事儿只能说明你不懂行，以后千万别乱买了。裸币看不懂真假，你就不要收了。你想收的话，你必须得先学习，必须你得有看真假的本领，对吧？你才能在一线捡到漏，你不然的话，那都是别人捡你的漏了。那这回我这回吃着了，吃着了，那当买个经验吧。好。这一次啊，可把我气坏了。这结婚啊下了1万1，结果就换回来3斤旧银子，这把我气得肝疼。1万1买3斤银子，确实是很亏，但是1万1的彩礼确实很低。来，我看啥东西？1万1放现在啊，确实很低啊。这是20年前的1万1，我这个气啊，都已经生了20年了。我感觉你这是吃了葡萄还嫌酸，这是正儿八经过去的老银元，这数量的话，估计得有50、60块吧。不多，正好是58块。放秤上称啊，正好是3斤整。每次看见这银元，我心里都烦。你先不要太生气，58块银元，这放20年应该也不会赔钱啊。我看你这银元大部分，你看这都是冤大头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整体品相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。你这该不会把他们当3斤银子卖了吧？你都不知道，我以前拿去金店问过，去了几个店结果没有一家收的，都说是假的。假的不至于，这银元这都是一眼看门的。去金店问价的话，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。卖首饰的基本上都看不懂银元的真假。我也找过你们同行问过价，他当时好像只给我60块钱一个，我嫌亏太多啊，我就没卖。60块钱一个的话，那应该是20年前的那个价格。一般回收价要比这个市场价要低，你没卖是对的。现在银元和20年前比着，这已经翻了10几倍的这个价格了。好像没那么贵吧？现在银子我看了才5块多一颗，比20年前涨2、3倍。你不要一直把这个银元当做银子，那样比来比去就没啥意思了。银子价钱20年前确实是1块多钱一颗，这20年涨了3倍多，但是银元他们又不按银子卖，你不懂，说实话，你才会按这个银子价钱算。我就不懂啊！这不知道啥时候能涨到500一个，我等了花都谢了。你不懂，那我就给你讲一讲。像你这些银元啊，现在都是无机文物了，它这个含银量只有9银1铜，你按银价卖的话，才100块钱左右。他们都是过去铸造发行的，数量说实话就那么多。他们又不是说你拿20多颗银子，你现在就能卖出古董的价格。我这整体给你看了一遍，全是3、9、10年通货冤大头，里边也有这个传样，少许的传样。通货的意思就是按银元有流通痕迹，但不是太明显，壁面无伤无戳。普遍我们个人家里边流通的银元都是这样，但是你这里边又没有特别值钱的8年龙样，所以价格就比较低了。通州的话，
1100一个，58块，好歹说实话，现在也都是6万多块钱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没有。我的目标价想要500一个，你这竟然能给我1100一个？对，我给你报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价。你想往500，只能说明你不懂。500这价钱，说实话，你现在去市场上买，根本就买不来啊！因为现在的音乐，虽说它这个版分的很细，但是价钱啊还是非常透明的。20年前我媳妇儿的嫁妆，就在家里放了20年，对，没想到竟然还能挣钱。对呀，那你看1万1来算的话，确实是挣了一笔。不过20年前的1万1，它那个购买力还是可以的。那你放到现在，只能说是拿时间去换空间，比存起来啊，说实话吃力气强。如果你再放20年的话，估计这个价格会更高。这就得看你的想法。你看这音源咋处理？我不放了，我现在急着有钱，这一下子全部卖给你了。全部卖给我？对，那也可以啊。不过在卖之前，我给你仔细的看一看里边有没有版，顺便呢，你再给那媳妇儿打个电话，问他叫不叫卖。中，好嘞，我现在就打。好。老板，你看我这500块钱捡漏了一块马蹄印，我用光谱仪检测，含银量98%以上。今天老板给我2000块钱，我都没卖。马蹄印这个形状，我看倒不像马蹄印。500块钱买的话，那确实是捡个漏啊。2000块钱我肯定不能卖给他。他这是想按银价收购，我这可是马蹄印啊。真正的马蹄印按银价卖，确实是太亏了。看你这个造型，倒像是一个碗，中间凹陷进去了，而且它这个面儿高低不平，这个做工啊非常粗糙。你这个东西有什么来历？你能说一说吗？我前天去农村俺朋友家里面玩，他邻居80多岁老太太家里面，我看到那喂小鸡儿的案板上看见嘞，当时上面沾着泥巴黑乎乎的。黑乎乎的不至于啊，你这个看起来明光照眼的，这银子一般都会氧化，这带包浆啊。我这找几年老板给我烧嘞，没想到管烧那么白，看着很舒服。给你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这如果真是过去的马蹄印的话，经你这样一烧啊，它这个价值要贬低一半。为啥这样说吧？因为古董啊有很多属性都是看它这个包浆的，外面的包浆非常重要，就像收藏银元一样，那包浆币和清洗币那价格啊能戳一大半。刚开始我也不懂这些，现在都习过了，说啥都晚了。反正买了也不贵，也就500块钱。500块钱确实是捡个漏。今天老板给你2000是按这个银子的市场价算的。你没卖的话，你这有啥想法吗？我的想法其实也不高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这既然是过去的马蹄，这怎么着也得卖个几十万。几十万，你这想法还不高。500块钱买过来的东西，你这转手都想卖几十万，你就相当于是暴利了。你说像咱们平时做生意啥的话，对吧？做什么也不会有这样的利润啊。平时确实是没有这样的利润，我这不是赶巧了吗？你给我看看能值多少吧。行，能值多少钱？我们来探讨一下也行。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信息啊，光谱仪检测的结果，含银量是98%以上，这个银子啊毋庸置疑了。因为过去无论是银锭还是银挺，它这个含银量都是接近98%嘞。这些数据啊，就是它这个含银量。但是看你这个造型啊，它并不符合马蹄印的特征。顾名思义，马蹄印它的外观啊，应该像马蹄一样，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特征。第二个就是它这个重量了，因为过去的这个银两啊，它都有这个一定的重量，因为它是流通货币嘛，都有它的标准重量。像马蹄大小的呀，基本上都是50两的。在明朝那个时候被称为银元宝，这种马蹄印就是银元宝。而明朝那时候的1两是37.3克。一个马蹄银元宝啊，就相当于现在的接近4斤重了。而你这个面看上去虽说大吧，但是你看整体啊，你看是非常薄的。所以综合而言的话，形状、重量都对号入不了桌。你这几十万的话，恐怕是没有人来买单。反正我是有信心卖几十万。这个不是谁捡漏回来的东西，这种心情啊，谁都不理解。你开个价吧。反正你是捡漏了，无论是古董也好，这个银子也罢，我感觉吧，那个金店老板给你开的那个价，挺靠谱的。现在的银子一颗也就5块钱左右吧，因为你这个东西啊，
我看了不倒带，它即使烧过了，但是它这个形状，也不像马蹄印。你要是现在按现在的价钱卖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是现在一个银价吧。那你早说呀！你告诉我它值2000块钱，我都懒得让你看了。东西还给我吧。别生气，你这样吧，祝你大卖吧，你再问问价。那我再问问吧。我明明是个女孩，我这准婆婆却给了我一个带龙的银元，你说这是不是看不起我嘞？银元啊，其实讲究一个好寓意，并不分男女，更没有看不起的意思。来，我看啥个银元？你看，我闺蜜第一次见她婆婆，好歹还白带了一条金项链呢。我这儿的都只给了一块银元，这区别太大了吧？你这个银元状态不错啊，AU58分的黄油钻光加辰龙，这比黄金项链这超值多了。老板，你可别忽悠我啊！这难道比黄金还贵吗？银子肯定没黄金贵，但是你这个银元却很不一般。你看入的皮盒给的是 AU 级别里边的最高分，壁面带一层难得的黄油钻光，论整体价值的话，比恁闺蜜的那个黄金项链至少要贵。其实嘞，老板，我也不是一个爱攀比的人主要是我感觉女孩家的送的话，不应该送一个带凤的银元吗？这一看带龙的，我心里头都难受。哎呀，跟你说句实话啊，银元里边还真没有带凤的，这种带龙的呀，已经是在银元里边也算是最贵的了。贵不贵的先不说，主要是我闺蜜说说这块银元有可能是假的。咋嘞？你看清朝的银元上面竟然带英文。带英文咋嘞？不能说带英文就是假了呀，带英文很正常。当时晚清那时候啊，国外的阴阳啊、作阳就已经进入我国了，因为银元的含银量只有80%多。我们当时的碎银子、银锭子，它这个含银量达到98%以上。银元换银锭，对吧？一颗换一颗，我们肯定吃亏啊。所以当时啊，晚清就发行了这个银元。再说这个银元啊，它是和外国做贸易，全世界流通，所以上面也就印了有英文了。所以单凭印了有英文，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假的，这只能说明你的那个闺蜜她对这个银元不懂。她确实不懂。你这一说，我心里面都好受点了。关键是我对银元也不懂，我也不懂，也不知道它能值多少钱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，你这个银元绝对比恁闺蜜的那个金项链贵。我问一下，恁闺蜜的那金项链大概多重啊？她说没有称重量，买的时候反正不便宜好像是6688。没有重量的话，那基本上都是一口价的那个硬金首饰。没有对比，其实就没有伤害。我先说你这个江南嘉辰吧，是属于8个有纪年里边品相最好的嘉辰龙它的整体发银量都是全身大，虽说发银量比较大，但是好品相的比较少，尤其是壁面带这种钻光、带包浆、带这种黄油包浆的更少。你可以清楚的看一下你这个壁面，不只是带光，而且还带一层淡淡的黄油钻光，这个在这个银元里边是非常少见的。10个江南9个错，就你这个品相，这大皮盒说实话已经属于顶级的了。虽然说皮盒只给了你一个 AU58分，说实话很明显这个是低评了，给个 MS63分也不为过。我是有依据的，你看它这个龙鳞几乎是没有任何磨损，包括它这个壁面带钻光，这只有 MS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。而且你这个状态还确实不错，整体品味确实挺好。我给你初步估计的话，17800完全没问题。哇塞，这块银元能值17800？对，我的天，我还以为不值钱嘞，比我闺蜜的项链还2条还多呢。对，确实比她那个黄金项链超值，主要是那闺蜜不懂。这样来说这值17800了，你跟那闺蜜呢6000多块钱来去攀比也没必要。这个人与人之间不要攀比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好的，老板，啥都不说了。还是我太幼稚了，以后再也不攀比了。谢谢你的坚定。没事，还拿回去吧。